大家好，我是商哥。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，礼拜一啊。哎呀，这个微软啊，它终于是硬了，终于硬了啊！哈哈哈哈。哎呀，商哥不知不觉的也采用了这个老李的说辞啊。哈哈。哎呀，这微软不容易啊，咱可以看这个走势啊，上一周自从商哥买进去之后啊，就这么一直阳痿啊，一直啊偶尔放量一下，然后结果有一天放量是4月30号，对不对？他妈的好不容易放量了，结果还是一个跌，我操！就是出了财报之后啊，然后那个财报的话，商哥大致讲了一下，这边不再赘述了，这已经是2个礼拜之前了。今天5月18号啊，已经是差不多从建仓开始啊，有1个月零2天啊。商哥就简单回顾一下上周五啊，这一天终于放量了啊，放量一个大阳线，而且放量有 1.5 倍啊，商哥也给它记下来了。成交量有50个 million 啊， 1.5 倍啊。自从商哥做这个 Excel 表以来就没见过50个 million 啊。我们其实看这个图表也差不多啊，但是这个图表的话，它有一个弊端，就是说你动不动会被这种大阴线的放量啊，给它把这个数据给污染了，对不对？除非你这个红绿色盲啊，你不是红绿色盲，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啊，它是绿的。然后呢，它量能也不错啊，就是这种情况。记录这个 Excel 的话，那就很显然了。我大概翻一下啊，50个兆啊，你看啊，上一次最高的话是48。是4月17号，1个月之前48，对不对？这一天啊，这一天的话也是 1.5， 然后4月15号45，对吧？成交量45。哎呀，我这个今天很是开心，不是其实周五那天就挺不错的啊。咱预判了他的预判啊，预判了他所有的预判。所以说咱这个啊，可以看以前45、48，就算已经放量了，然后咱们再往后翻就没有了呀。4月17号，然后就缩量了啊，缩量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来到5月份，基本上就没有，可以说就是4月30号这一天啊，我们记录了一下，是一个天量的成交量啊，2倍的量能跌破啊。爆量跌破，对吧？407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一看我就没画绿啊，我基本上我就可以略过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很显然嘛，直接到了啊，这个34就已经算是不错了，浅绿色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到5月18号，终于啊迎来了一个放量啊，那之前前几天就一直是尾啊。这一天的话还是个放量下跌啊，我没给它涂绿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它是个放量下跌。5月12号，对吧？一个大阴线打下来，放量下跌啊。那我们看这个量能的话，其实你这么看的话，你看不太出来嘛，1.05。商哥认为还是要去做一下啊，这个量化的去计算一下啊，也就是说 50.77 除以 33.41 啊，它刚好是一个 1.5 左右。但是你如果眼睛特别好啊，看出来这条线啊，10日均线，对吧？然后它是 1.5， 那也行，它反正昌哥没那水平嘛，对吧？怎么弄？咱反正没这水平啊。这个的话，10日均线的话，咱可以给它画出来，因为它有这个。但它是不是 1.5 倍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看不出来啊。商哥就老老实实的给它算出来，然后 1.5 倍放量了。然后咱对比一下5月14号啊，前天5月14号缩量探底400，反弹反爆啊。这么样一个阳线，当时商哥给它记成一个浅绿色，也就是说，当时商哥的判断是什么呢？他如果说温和放量的话，咱是不是可以进啊？5%？商哥没有进啊，哈哈，哎呀，真的是没有进。昨天这个实在是太哇塞了，2个 Y 啊，歪歪的 YY 啊。
放量突破，温和或放量，本来要求温和就可以了，结果它是 1.5 倍，没想到这个周五的话应该是指数级别的大跌呀。这个股的话咱基本上也不看指数啊，也不看任何消息，其实没必要啊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一个财报和它的量还有股价啊，就这3条。你说其他的那些杂音啊，完全没有必要去看。什么伊朗和特朗普谈的怎么样啦？你如果是做指数的话，确实是要看啊，这咱们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动态。但是你做个股啊，尤其像微软这种和这个指数相关性不是特别大啊，有一点点相关，但是不是特别大了，已经能够走出一部分独立行情啊。这种个股的话，我们尽量的还是要减少噪音啊。大家都知道做加法容易，但是做减法是一件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，很容易被市场上的这些无关的信号给它干扰掉啊。尤其特朗普一发推，对不对？你这么样一弄，哎，我是不是又卖了？我是不是我本来想着要加仓，我又不加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商哥为什么没加仓啊？一个是商哥晚上要睡觉，没办法盯盘啊。再一个，商哥前几天也加过了。咱们可以看啊，商哥在5月13号的时候403啊补了一个仓位，然后在5月14号的时候408这个价位也补了一个仓位，咱们的仓位情况来到了 60% 啊。我们登录一下 IB 啊，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当前的仓位啊，已经是44股了啊，然后我的 market value 是18000，咱的目标仓位微软是3万，目标仓位就是42%的这个总资金啊，也就是7万乘以42%，那就是3万块钱。那我现在这个18000占微软仓位是多少呢？60%啊，一点问题没有啊，咱多了519啊，多那么一点点，少那么一点点无所谓。咱这边主要是记一个大数的情况啊，咱把它实际执行啊这些东西都给它记上，每一次都会有一个回顾啊。那我们昨天5月15号的时候没加上仓，但是呢好就好在我前面这一周啊，我是有2个加仓啊，因为它一直缩量的，而且也是温和缩量的下跌啊。等一下，稍后我再回顾一下我为什么在这2个点位加仓啊，以及后续咱们该如何做啊。关键是礼拜一啊，那今天又是一个这个可以说宏观情况下肯定不是特别好啊，上个预判。但是微软呢，不仅是温和放量突破啊，已经是这个放量突破，而且站稳啊，可以说是一个天量的爆发呀啊，天量爆发，咱给它记上来。啊，所以说那咱们的今天啊有什么关键信号呢？是不是就可以咱就大胆一点啊？今天商哥嗓门也是有点大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兴奋啊。咱是不是今天就可以确认啊它的一个主升浪会不会啊？咱打一个问号啊，会不会啊？在昨天的放量突破已经不是问号了，是叹号了，已经放量突破了啊。我们收盘价是421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注意啊，我们最高价是428呀，已经是突破了前期的所有的阻力位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最高价昨天428，对不对？428这边的话，前期所有的阻力位都已经突破了。前期第一个阻力位420到425啊，第二个阻力位就是425到428。那昨天的最高点是428块1毛7啊，有效突破了428。尾盘回落主要也是有一个这个宏观上的原因啊，这个咱作为个股的话，这边咱就不多讲了啊，好吧？所以说昨天啊，咱给它记一下天量爆发啊，今天会不会是有一个啊主升浪呢？啊，咱们拭目以待吧。但是商哥啊，还是不是特别啊，咱第一个给它
判断是回踩415啊。如果说它会回踩的话，那最好咱们回踩415的话，这边就可以啊再进行这么一个补仓，因为他妈的上周五本来是突破412，咱就可以补仓了，结果没补上啊，只能等回踩了啊，好吧。所以这边的话，咱们今天看它会不会回踩415这么样一个行情啊，咱来做一下补仓。然后另外一种呢，还有一种可能突破425啊，另外就是在420到425之间震荡啊，这么两种可能啊，我给它俩呢都差不多啊，咱们以后的话可以打一个概率啊，25%的概率啊，这边50%的概率。咱后续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概率给安排上？这样的话，以后再往前回溯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清晰的判断啊，我以前的一些推断是不是正确啊？如果是正确的话，实际上你后续还可以做一个回归测试啊，这个等以后再讲吧。今天咱们把概率也给安排上了。上哥第一感觉的概率是回踩415啊。那如果说突破425的话，那更好了，咱们直接突破加仓啊。回踩415的话，咱也加仓。这个如果突破425啊，咱为什么暂时不加啊？因为之前已经有了啊趋势加仓，4月22号咱已经执行过一次了啊，所以说。突破425这边的话，咱暂时不加啊。咱们的这边前期的一些仓位啊，是在408和403左右已经加过了。然后咱回过头来去看一看，咱为什么在5月13号和5月14号啊进行这两笔操作，好吧？